一辆屠宰车轰隆隆地开进了牧民们的羊圈里。牧民们要卖掉自己所有的山羊，搬到城里去生活，这意味着他们要抛弃自己牧民的身份，放弃祖祖辈辈传承的游牧生活。这里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北部的卡纳克高原，在这海拔4600米的不毛之地，村民们世世代代靠着放牧为生，但他们正面临着颠覆传统、放弃现有生活方式的选择。为了深入了解这些游牧民的生活，导演玛丽安在当地生活7年，用他们的语言和牧民们交流。大叔唐杜是最后坚守在这片土地的游牧民之一，虽然朋友们相继离开让他很难过，但他仍不愿放弃。高原上植被匮乏，牧民们每日需要赶着羊群长途跋涉，才能让羊群吃饱。高原气候寒冷，牧民往往比城里的人衰老更快，但他们的心是自由快乐的。如果去到城里，就连一棵草都不属于自己。放牧的时间漫长而无聊，牧民们往往汇聚在一起排解孤独，他们轮流打水做饭，只有相互协作中才能生存下去。牧民们通过掷骰子确定谁来赶牦牛，掷出最大点数的就是幸运儿，负责将所有牧民的牦牛赶回家。近年来不断有牧民离开，让他们的放牧越来越难。许多年前他们还会有聚会庆祝，但如今他们几乎已经忘了怎么跳舞，也没有了观众。所有牧民都像亲人一样，除了各自回家睡觉，放牧时几乎都待在一起。每离开一个人，这片高原上的孤独便多一分。就好比如果玛丽安离开，他们也会为此失落难过。除了同伴的离去，高原上的狼群也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，经常给牧民带来巨大损失。羊毛是牧民们重要的经济来源，唐杜和儿子肯拉普正在薅羊毛。不同于绵羊是一次全剃光，高原天气寒冷，牧民们只能用梳子来薅羊毛，薅下来的羊毛都塞在胸前的口袋里，同时也可以检查山羊的身体。在外放牧往往是一整天，休息的间隙就捡些干柴生火煮茶，这也是牧民们的快乐源泉。对年轻牧民们来说，他们更愿意选择城里的生活，但只要父亲不愿离开，肯拉普就会陪父亲坚守在这片土地上。夜幕降临，牧民们赶着自家羊群回来了，石头简单垒起的羊圈便能保护这些羊群不受猎食动物侵害。当拍到一名妇女时，女人艾丽一脸警惕，因为玛丽安今天拍了她丈夫托尔丹一整天。艾丽警惕地问道玛丽安是否喜欢她丈夫。牧民们的沟通对话就是这样质朴直接。尴尬的玛丽安直夸她的山羊好看。第二天牧民们就要迁徙到另一处草场，他们正在收拾家当。以往他们需要用牦牛转场，现在一卡车就能全部带走。卡车被羊群挡住了去路，司机直按喇叭，牧民连忙制止，因为羊群会被吓得惊慌乱窜。每2个月转场一次，1年6处草场，这便是卡奈克牧民的生活方式。冬季就要来了，小溪马上就要结冰，趁着结冰前，一位老奶奶抓紧在河边灌洗衣物，洗一会就要把手放在袍子下面暖一会，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。一位从城里回来的牧民从自家营地背了一根树干，他要带到城里去建房子。对牧民们来说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到了冬天，广袤无际的雪原上，寻找到一簇青草都困难，羊群饿得到处乱窜，这时候牧民们更难控制羊群，因此牧民掌握了一手远距离驱赶羊群的方法——乌尔朵。只有到了牧草充足的地方，羊群才会平静下来。随着与时代的接轨，牧民们也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。以前他们的世界里只有放牧，但现在他们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，不愿后代再像他们一样受苦。在冬天，他们需要在齐腰深的雪地里放牧，他们想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。以前的卡奈克高原有70多户家庭，但现在只剩20多户，以后会更少。当问起牧民的生活是否和其他工作一样，快乐和不快乐是否都是一样多，唐杜豁达地回答：一生3喜3悲，一天3冷3热，做什么工作都是一样。冒着大雪，肯拉普又和父亲出去放牧了。即使是飘着鹅毛大雪的天气，他们一天也不能休息。到了夏天，卡奈克高原又展现出了它友好的一面。牧民们要销售他们的羊毛了，和收购商一番讨价还价下来，最终敲定3000印度卢比1公斤，约合人民币250元。牧民们也不知是卖亏了还是赚了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羊毛价值多少。由于每年循环往复的转场，牧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建造羊圈，因为工作量太大，羊圈也仅限于石头简单堆积。长时间的相处下来，牧民们对导演玛丽安也有了很深的感情。他们告诉玛丽安，他们很高兴玛丽安会说他们的语言，否则他们就像2块石头一样，互相看着对方笑，但不理解对方的意图。这质朴而又简单的话语，却又令人暖到心窝子里。放羊的间隙，唐杜会采些草药，他并不懂这些草药有什么用，只知道医生需要这些。他说他只知道如何照顾山羊，但这份技能一文不值。他们说，知识就是通往幸福的钥匙。
或许牧民们并没有文化，但长期与大自然相处下来，他们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智慧。唐杜告诉玛丽安，虽然自己仍在坚守，但他知道自己迟早也会放弃这里，去到城里，因为后代子孙不能像他一样一辈子做个牧羊人。他想让玛丽安给些建议，但这只能由他自己来决定。天朗气清的草原有了更多的烟火气，羊群肆意奔跑，牧民们的生活也容易了一些。艾丽告诉玛丽安，她正在考虑卖掉所有的山羊，去到城里做建筑工人。山羊就像牧民们的孩子一样，这对他们来说非常难以取舍。在这孤独荒芜的高原上，牧民的幽默感是生活的调味剂。唐杜说自己是个罪人，刚刚给一只山羊做了绝育，现在又在薅牦牛的头发。说着最幽默的话语，手上薅牛毛的力气却一点没见小。说完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。第二天，城里的屠宰车又来了。艾丽和托尔丹一家卖掉了所有的山羊。上车之前，他们需要从每一只羊身上薅一撮羊毛，终生保存，这样他们的好运就不会随羊群而去。收购一大批羊能让收购商大赚一笔，但这样竭泽而渔的方式也持续不了多久，因为到明年就只剩5户人家了。羊群被送上了屠宰车，高原上又少了一户牧民。玛丽安也要离开了，牧民们也非常不舍。他们说，他就像一阵风一样，吹过高原，却没留下痕迹，就好像他们卡奈克牧民一样，早晚也会消失在这片高原上。但还有人坚守着。唐杜仍坚持没有离开，他不知道离开后要怎样生存。这里有供养他们的羊群，每个月还能给子女寄去生活费，但卖掉羊群后，他将一无所有。